战牡丹率领人马飞掠而来，可靠近后却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等人，最终又落在了战茉莉身上。你怎么带他们这来了？这是他们能来的吗？战茉莉，你是疯了吗？战牡丹满脸怒意，若有责任，我来承担。战茉莉再度将那块令牌取了出来，看到那块令牌，战牡丹脸色很不好看。此事关乎我族安危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姐姐，这个不劳你担心，既然我有这块令牌，那出了问题，我便自然承担得起。战茉莉说道。为了这些外人，居然这般顶撞于你姐姐我，战茉莉，你真的是脑子进水了。战牡丹再度气得脸色通红，可拿战茉莉没有办法，于是将恶狠狠的目光投向了那李长老。李长老，我族可是将我最好的资源都给你了，图纸也给你了，你好歹也是真龙界灵师，怎么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？战牡丹怒声问道。牡丹小姐，老夫只是一品真龙界灵师，终归能力有限，这阵法已经超出老夫的能力范围之内。老夫当初便说过，这件事老夫做不了，是族长大人承诺，无论能否成功，只要老夫愿意做即可，失败了也绝不怪罪，老夫这才应下的。接连失败，浪费了诸多珍贵资源，老夫也心中有愧，若是牡丹小姐觉得不妥，那老夫便不做了，你们另请高人吧。李长老此话说完，便想御空而起离开此地，可忽然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，笼罩住了李长老，使得他根本动弹不得。是战牡丹身后的老者所为，不得无礼。见状，战茉莉赶忙开口。战茉莉，你闭嘴！战牡丹怒斥一声，可不待战茉莉回应，那李长老却是长叹一声后，随之说道：开口，老夫本就是小人物一个，当年只是路过此地而已，若非是你远古战族没有界灵师，又无法离开此地去寻找高人，又岂会轮得到我插手如此重要之事？你们又岂会称我为长老？老夫什么都懂，你们也只是没有办法而已。可老夫确实能力有限，若远古战族因此要杀老夫，那老夫也是死有余辜。老夫本就是小人物，于你们眼中本就是不入眼的蝼蚁，你们随便一口唾沫都能将老夫淹死。既然老夫已无利用价值，那你们便动手吧。话罢，那李长老闭上眼睛，摆出一副赴死的姿态。可楚风却从看出他袖中双手无法自控的颤抖，其实他很怕死，不过在装腔作势而已。至于那战牡丹脸上怒意更浓，但却并未动手，反而是深吸了一口气后竟变了脸。他示意那两位老者收回威压，旋即飞落到了李长老身旁。李长老，抱歉，刚刚是牡丹无礼了，但如今我族乃是危难关头，急需您打造出来，我也真的是着急啊，若是言语上有过分之处，还请李长老见谅，请您务必帮帮我族吧，只要成功，许诺给您的宝物保证只多不少。对于战牡丹突然间的变脸，正合着李长老的心意，毕竟他本就怕死，眼见着对方给台阶了，他也是赶忙顺着走下。那老夫便再试试吧。话罢，那李长老便继续准备。李长老在做什么事，你是清楚的，你确定要让他们留在这里看着？战牡丹则是再度看向战茉莉，战茉莉则是看向楚风三人。鱼儿小姐、少羽公子、楚风公子，抱歉耽误了你们时间，既然此地无碍，那我们便走吧。可楚风却道：我能看看吗？楚风公子对布阵感兴趣。战茉莉有些意外，我楚风兄弟可是当今修武界最强的界灵师天才。仙海少羽说道。最强界灵师天才？笑话！他？战牡丹一脸鄙夷，他自然不信。你见识有限，没听过我楚风兄弟，我能理解，但界染青你总听过吧？他便是界染青的儿子。仙海少羽说道。不好意思，界染青我也没听过。战牡丹说道。我擦，那你可真是没见识。仙海少羽一脸无语，因为他发现战牡丹的表情不像是装的，看来远古战族确实被困在这里许久了。而楚风则是看向战茉莉，茉莉姑娘，虽然对于如今的远古战族面临着什么我并不知晓，但从你们刚刚的对话中也能听出这炼制之物于你们而言很重要，也许我能帮上忙。可还不待战茉莉回答，那战牡丹也没有开口，反而是那位李长老冷笑一声，年轻人，老夫若没看错，你们都还只是小辈吧？年轻人爱显摆，老夫都懂，但这件事是有生命危险的，可不是你懂些结界之术的皮毛就能参与的。你们若要看，老夫不拦着，但想插手还是罢了。这所剩的材料已经不多了，老夫就算能力有限，可也要尽力做到最好，尽量不再失败。李长老的话音竟是冷嘲热讽，而他此话一出，小鱼儿则是不乐意了。老头，你在嚣张什么？刚刚看你挨骂，本来还有些同情，现在来看，你可真是活该。本事不大，狗眼倒是不小。你知道在你面前的是谁吗？你真当天下间的界灵师都如你这般是无能庸才啊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他叫楚风，是你此生都只能仰望的界灵师。小鱼儿的嘴巴毫不留情，可那李长老却不生气，反而冷笑不减，摇了摇头后叹道：现在的年轻人口气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但吹牛起码也要有个度啊。闻言，小鱼儿更生气了，竟想走到李长老面前去理论一番，可楚风却一把将他拉了回来。旋即，楚风衣衫舞动，
下一刻，除了小鱼儿和仙海少羽外，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。不仅仅是战茉莉和李长老，就连那战牡丹也是目瞪口呆，并且在场之中就属他嘴巴张得最大，因为楚风释放而出的乃是结界之力，一品真龙的结界之力。你也是一品真龙界灵师，你不是小辈？李长老凝声问道。楚风公子，你也是一品真龙界灵师啊？战茉莉重新审视楚风，眼中同样满是惊讶。茉莉姑娘，那图纸能否给我看看？楚风询问。好。战茉莉点了点头，旋即取出一个卷轴，递给了楚风。楚风将卷轴打开，看了一眼，旋即看向广场中那些准备的界灵师。麻烦诸位停止手中的事情，接下来的交给我即可。楚风说道。那些界灵师看向了李长老。听他的。战茉莉说道。闻言，那些人也是纷纷停下。毕竟说起来，战茉莉的身份地位肯定远在李长老之上。而楚风大袖一挥，那散落在地的所有天才地宝竟瞬息便被归类。紧接着楚风便开始布阵。茉莉小姐，牡丹小姐，真的要让她来布阵吗？这图纸的复杂程度，你们都是知晓的，老夫钻研术语都是不行。她也是一品真龙，只看了一眼就让她来做，那无疑只会失败，只会白白浪费资源。他话音刚落，忽然光芒大盛，瞬身观望，是楚风的阵法布置完成，阵法收缩，光芒褪去，一个散发微光、西瓜大小的青铜球体漂浮而出。看到那青铜球体，所有人都说不出话，就连李长老的表情更是宛如石化了一般，因为他知道那青铜球体正是他耗费数月都未能布置而出的东西。